喜张雪机车又下一城。WSBK 捷克站排位赛刚结束的时候，估计所有人都为张雪机车捏了一把汗。明明成绩第3，却被举报后罚退3位发车。所幸张雪机车的车手德比斯依旧稳定输出，一人击穿4辆雅马哈，成功拿回捷克站第1回合冠军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聊排位赛之前，必须先说说捷克莫斯特这条魔鬼赛道。毕竟赛道的难度直接决定了这场排位赛的含金量。可能很多车迷不知道，这条赛道直到2021年才正式加入 WSBK 版图，和米萨诺的平滑、菲利普岛的浪漫完全不同，走的是粗犷硬核路线，藏着不少坑。根据赛事官方数据，莫斯特赛道全长 4.212 公里，足足塞进了21个弯角，还有一条792米的大直道。最离谱的是，直道尽头紧接着一个狭窄紧凑的减速弯，车手要以接近29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俯冲，然后在2-3秒内把车速降到70公里每小时以下。据赛事数据统计，这个减速弯是整个 WSBK 赛季中刹车负荷最大的点位之一，车手在这里要承受极高的负荷，稍微失误就可能冲出赛道。除此之外，这条赛道的节奏极其撕裂，中段的连续快速弯道要求车手拥有极致的翻身速度，弯道宽窄变化极多，赛车车架调教偏向灵活，才能在这里拉开差距。要是车架稳定性不足，每一个弯角都会丢时间。更关键的是，这里的柏油路面对轮胎抓地力并不友好，细腻的操控技巧就是车手之间的分水岭。画面来到5月15日的练习赛中，德比斯直接跑出1分34秒389的成绩，全场第一，领先第2名 0.217 秒。这样的差距在高手云集的 WSBK 赛场已经是碾压级别的表现。到了正式排位赛，赛道刚经历过雨水侵袭，路面呈半干状态，对车手刷圈速非常不利，但这并没有影响德比斯的发挥。排位赛规则很简单，车手可以自主选择刷圈开始时间，既能独自在干净的赛道上冲刺，也能跟在其他车手身后吸入尾流提速，这也造就了不少名场面。排位赛前段，德比斯和队友卡里卡苏洛发挥稳定，分别以第2名和第5名的成绩进入维修区休整。养精蓄锐，准备最后的冲刺。修整完毕后，德比斯重返赛道，直接跑出1分33秒994的圈速，距离排名第1的雅马哈车手仅仅相差 0.1 秒。在排位赛还剩7分钟时，德比斯再次回到维修区短暂休整，毕竟半干的赛道对轮胎消耗极大，合理休整才能在最后时刻发力。在比赛还剩2分多钟时，他再次重返赛道，全力冲刺，可惜没能再提升名次，最终以1分33秒884的成绩拿下排位赛第3名，队友卡里卡苏洛则以1分34秒294的成绩排名第10位。看到这里，相信很多车迷都和小编一样，以为张雪机车稳了。第3名的黄金起跑位在莫斯特赛道虽然不算最理想，但足够让德比斯在正赛中冲击领奖台。可谁能想到，就在排位赛结束后不久，赛事官方突然发布公告，宣布德比斯因在自由练习赛中低速行驶被罚退3个发车位置，原本的第3位瞬间变成了第6位。很多车迷当场炸锅，纷纷替德比斯喊冤。根据赛事官方通报显示，德比斯在自由练习赛中因低速行驶阻挡了身后的5号车手，这也是处罚的核心依据。现场画面也能看到，德比斯和这位杜卡迪车手还发生了争论。但问题的关键是，赛事官方并没有说明德比斯为什么要低速行驶，这就给了外界很多解读空间。小编猜测，第一种可能是技术性放慢，比如当时轮胎温度没上来，德比斯选择多跑一圈换胎再进行冲刺。第二种可能是机械调试，他感觉赛车的悬挂或电子系统有问题，降速准备回维修区检查。如果是这2种情况，德比斯确实有不妥，他应该选择走内线让行，或者直接回维修通道，而不是占用赛车线慢速行驶。还有第3种可能，也是最让人心疼的一种，突发机械异常。熟悉张雪机车的车迷都知道，就在捷克站2周前的匈牙利站，德比斯刚在第1回合正赛绝杀夺冠，拿下本赛季第3个分站冠军。可不到24小时，第2回合比赛第2圈，他的赛车就突然失去动力，被迫退赛。
张雪赛后视频证实，初步排查是发动机机油压力下降，这种故障在赛车领域极其危险。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，压力不足几秒就能让引擎报废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张雪车队在捷克站之前特意为赛车升级了新机油泵。从德比斯自由练习赛全场第一的表现来看，这次升级确实起了作用。小编猜测，德比斯在练习赛中突然低速行驶，有可能是新机油泵出现了征兆，比如油压波动、引擎温度异常。他为了保护赛车才被迫降速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这次处罚就显得有些冤了。所以说，这次处罚从规则执行角度看不冤，但结合德比斯的赛车背景来看，又确实有点委屈。不过赛车运动就是这样，规则面前没有如果，只有结果。德比斯和张雪机车能做的就是用正赛成绩回应所有质疑。红灯熄灭，正赛正式打响。莫斯特赛道的起跑异常激烈，雅马哈车队的车手凭借激进的起跑策略，瞬间拔得头筹，而德比斯则异常冷静。他非常清楚莫斯特赛道1号弯的凶险，这里是重刹点，多台赛车挤在一起，稍有不慎就会发生碰撞。果不其然，进入1号弯重刹区，多台赛车发生拥挤，甚至出现轻微刮蹭，而德比斯展现出了老将的沉稳，稳稳卡住内线，没有盲目拼抢，力求顺利通过1号弯，保住自身位置。张雪车队的赛前战略非常明确，开局不争先，保存轮胎，静待时机。毕竟莫斯特赛道的后半程对轮胎的消耗是毁灭性的，后期发力才是关键。比赛进行到第13圈时，赛道轮胎抓地力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，轮胎衰退程度也在可控范围内。德比斯知道进攻的时机到了，他顺势卡住身位，凭借张雪820强劲的动力，成功挤掉一台雅马哈赛车，冲到了第4位。张雪机车的逆袭之战正式打响。紧接着下一圈，在大直道末端的1号弯，德比斯发起总攻，以极快的速度冲进弯道，精准控制刹车点，死死卡住身后的赛车，顺利完成超车，一举拿下第2名的位置。此时赛道前排集团除了德比斯的中国红，其余全是雅马哈车队的蓝色赛车，成为了万蓝丛中一点红的震撼画面，全场车迷的欢呼声此起彼伏。但这还远远不够，德比斯的目标是冠军，他紧紧咬住前方的头号雅马哈车手，凭借张雪820的优势，在直道上不断缩小差距。比赛进行到第17圈，德比斯抓住机会，在17号弯发起绝杀，凭借细腻的操控和赛车出色的弯道稳定性，成功超越头号雅马哈车手，拿下领跑位置。这一刻，所有中国车迷都屏住了呼吸。要知道，在欧洲品牌统治半个多世纪的 WSBK 赛场，一台中国跑车领先，本身就是历史性的时刻。比赛进入最后5圈，气氛紧张到窒息。雅马哈车手的刹车点越来越晚，拼尽全力想要反超，而德比斯则展现出了超强的防守能力。他利用张雪820出色的弯道支撑力，故意在弯中压低速度，挡住对手的超车路线，然后在出弯瞬间拧动油门，凭借直道优势再次拉开距离。每一个防守动作都精准到位，没有给对手任何可乘之机。最终，德比斯骑着张雪820率先冲过终点线，拿下了他个人本赛季的第4个分站冠军，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4个世界冠军。全场数万车迷欢呼雀跃，中国红响彻莫斯特赛道。赛后，德比斯接受了媒体采访，语气里满是激动和自豪。他明确表示：“是的，我很强，但是我知道对方都很强。一开始他们就急于强势进攻，我在比赛前做了一些细微的设定调整，慢慢找到节奏。我的车真的非常强。”他还补充道：“虽然这场比赛自己还有一些小失误，没有发挥到极限，但整场比赛的节奏非常好，单圈时间也很稳定。非常感谢张雪机车和820，并且直言明天我们还需要赢。”而张雪本人也在赛后开启了凡尔赛模式，直言已经习惯拿冠军了，怎么办？是啊，曾经我们看 WSBK 赛场，满眼都是日本的雅马哈、意大利的杜卡迪、德国的宝马。那时候我们只能默默问一句：中国摩托车什么时候才能站上世界之巅？而现在，张雪机车用2年时间，用4个世界冠军，给出了最有力的答案。中国制造早已不是曾经的样子，我们能在欧洲品牌统治的赛道上，凭实力斩落列强，凭技术赢得尊重。这场从第6位逆袭
起夺冠的比赛，不仅是一场赛车的胜利，更是中国工业实力的一次展现。它告诉我们，所谓的强者垄断从来都不是不可打破的，只要有足够的坚持和努力，只要有过硬的技术和实力，就能在世界舞台上闯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。接下来，捷克站第2回合正赛即将打响，德比斯和张雪机车必将迎来对手更疯狂的反扑，但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凭借中国制造的硬实力，他们一定能再创辉煌，带给我们更多惊喜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